记住啊，罗斯福对中国，美国对中国有多够意思啊？因为罗斯福认为中国可以牵制日本。罗斯福回忆录中给蒋介石讲说，琉球你应该要，因为琉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成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屏障。看蒋介石把给脸不要，犹犹豫豫不再提了。蒋介石有点魄力，是个明白人的话，那中国在二战之后会变成一个空前大版图的国家，那我们这不太富了的啊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，我操，搞不好跟美国早就平起平坐了啊！哪有日本的机会啊？美国很恨日本，所以美国虽然把琉球给中国，中国不要啊，给国民党不要，也不可以给日本。前年2023年7月，日本冲绳县知事，这时候琉球已经变成日本的冲绳县了。冲绳县知事叫玉城丹尼啊，大家可以扩展阅读，有这人啊，现在还活着呢。玉城丹尼访问北京，疫情之后他来了啊，北京也挺重视他，外交部亲自接待啊。玉城丹尼说：“我要去通州拜祖。”什么？我要去通州拜祖？等，你他妈拜祖不应该是在琉球吗？你怎么来北京通州拜祖？外交部就不知道琉球的祖先墓在通州，不知道这回事儿。外交部紧急查询，就跟当年朱元璋一样，shock住了，我操！紧急查询社科院史学所到底咋回事？原来啊，琉球历代不停地派出他的王子贵族在中国学习，从明朝开始嘛，不少人死在中国，死在明朝首都是北京啊，死在北京，葬在哪儿？集中葬在琉球墓园，琉球墓园在今天通州张家湾。确实有琉球过墓地，我操，不是假的，这儿埋着大量的几百年的琉球过的官员、学生、贵族啊，留学生还有。我操！外交部一下还有这事儿，我操！天降一张大牌呀！我操，祖宗给一大牌呀！赶紧去看看，一看，我操，坏了！玉城丹尼要拜，外交部一看，坏了，都砸了。墓碑东倒，还在，还没开发。墓碑东倒西歪，杂草横生啊！为什么呀？全是野狗、野猫，为什么呢？抗战胜利之后啊，文革开始的时候啊，红卫兵啊和通州老百姓啊认为啊这儿是日本人，老百姓和红卫兵哪知道琉球和日本的区别，哪他们知道琉球和日本还能闹分裂呢？所以呢，连这儿当日本鬼子一起给烧了，给砸了啊！日本鬼子部他叫他们叫鬼子坟，把鬼子坟都给刨了，都给砸了。所以外交部一看还行，没有化骨扬灰，只是把墓都砸了，碑都砸了，赶紧抢修，把碑重新刻，按照那字还能看见，都刻好。仓促一点，但是还行啊。到了今天啊，玉城丹尼很满意啊，真的拜了。到了今天已经修葺一新，修了新的小路啊，路径啊，花草树木，亭台楼阁，墓碑全部翻新，写了介绍。为什么？冲绳老来人呢？现在呀，冲绳人现在主要祭拜的是谁？你们想想，说老王不能是皇上吧？呸，皇上在琉球呢，太子也没死到这儿，继承的人叫林世公。你们不知道吧？所有的冲绳人，就是目前日本的冲绳人，跑到北京通州张家湾拜琉球坟，祭扫一个琉球英雄叫林世公，双木林，世界的世，功德的功。你听姓林你就知道他哪儿人了，福建佬，肯定是闽人36姓的后代，或者是后代直系，或者是琉球本地的学的汉姓起的林。林世公是什么人？林世公是直到今天琉球知识分子的心中的偶像，不容亵渎的民族英雄就像我没有推倒神像之前，刘阿姨没有推倒神像之前的岳飞一样啊！你跟中国的士大夫问岳飞、岳武穆，我操，岳王，那都是这个吧？关公，林世公在琉球人心里就是关公加岳飞。林世公1842年出生在琉球国的九米村1842年，这时候已经是清朝晚期了，道光21年，这就完犊子了，BBQ 了中国。
琉球是有从大明清严明制，所以琉球是有官校考生制度的，就是上大学考公务员，考中的琉球公务员，从明朝开始一直到那个时候，临时工要到中国学习，到哪儿学习？北京国子监这就是为什么琉球墓在通州。北京1865年，临时工23岁风华正茂，在琉球当地的公务员考试中金榜题名，作为未来的储备干部，派到北京国子监学习5年呢。1873年，临时工都快30岁了30多了，31岁了，学成归国，出任国学大师将琉球国学大师将是一个官职就是什么呢？后来相当于太子太傅就是后来他真的就是世子师，就是帝师太子太傅。那你一看这时间你就知道完犊子了，他 BBQ 了。为什么呢？你说1873年回去当太子太傅，那个时候他妈是谁升谁降那个时候是日本升中国降对不对？所以早在1609年，明朝万历37年，日本就已经萨摩藩出兵3000人去征服琉球了。那可不是说他只征服朝鲜，他是南北同时发兵的。然后呢，把当时琉球国王叫上宁王，还有太子100多个官员全绑回日本了，因为他妈的琉球干不过日本绑回日本，签署不平等条约，向萨摩藩称臣纳贡。然后呢，从1611年迫于明朝的压力呢，又把他们放回来了。然后明朝和萨摩藩、琉球谁也惹不起，就是同时向双方称臣纳贡，然后一直持续到1872年就是琉球还在独立中宗主国还是中国，但是他们把日本当成一个惹不起的土匪，日本来抢给点钱打发走，但是琉球是独立国家。一直到维新明治5年1872年，也就是临时工回国当官当太子太傅之前1年，坏了，明治天皇亲政了，完了，我操，明主来了。所以呢，老佛爷是中国那边老佛爷统治11年，完犊子了，也是垂帘听政，完了。所以日本就不客气直接把琉球国王没跟大清商量废了，废除琉球最后一任国王。琉球没有改朝换代，最后一任国王叫上泰，还姓上呢，把琉球国直接改名为琉球藩，禁止琉球藩再向清朝称臣纳贡。又过了几年，1879年，日本得寸进尺，废藩置县，设立冲绳县，琉球藩、琉球国、琉球作为国家的政治地名从此消失。日本人从此与琉球贵族结下了不解之仇。你想，琉球贵族能不反抗吗？你说解了就解了，你说废了就废了，所以他不服当然不服。所以1876年，琉球最后一任国王，就是被废那个哥们儿上泰，紧急派太子太傅临时工赶紧前往北京搬兵，请天兵天将来救自己。临时工到北京总理衙门鸣金击鼓喊冤救我！你看这总理衙门总理大臣是谁？李鸿章。又不用说，这结果李鸿章被日本人给干惨了。所以临时工向清廷李鸿章请求派兵解放琉球。当时中国还没跟日本打仗，纸面上中国还优于日本，有北洋舰队呢，但是李鸿章不敢为琉球兴师动众。李鸿章是个聪明人，他知道一打就完犊子了，所以李鸿章不愿意再为了琉球跟日本开战，好言安慰临时工，给予钱财，劝他回国隐忍你忍一忍等我缓过来，我一定帮你报仇。结果临时工完不成皇命不走。临时工在北京一待好几年，想尽各种办法，9次在总理衙门请愿，礼部请愿，经常总理衙门门口有一个人撒泼打滚跪着请愿拉横幅。他说老王是现在的信访办嘛，差不多。但是那个时候大清老百姓没这个风气，只有一个人叫风雨无阻在总理衙门门口跪着，在东华门门口，就是总理衙门门口
见到上朝的大臣就去哭诉，同时给一封喊冤信。这个人就是林世功，连续几年气血班兵。哎呀，李鸿章也拿他没办法啊，以前那时候也没城管啊，也不能打他，就在那忍。终于有一天，美国前总统啊，美国总统格兰特总统，就是格兰特来过中国，那时候格兰特总统那时候还不是总统，那时候来中国见李鸿章。美国人见不得这个呀，美国人他们那个时候美国人心慈啊，心善啊，见不得苦人啊。李大人门前那哭诉的苦命儿郎是谁呀？格兰特就问李鸿章，李鸿章就说，他是谁谁谁，为什么来？格兰特1个月以后出访日本，调停琉球事件。哎呀，你妈的，找他妈美国人算是找对了，你找中国人，中国人那时候怂啊，大清，他妈你找错领导了。美国人才是老大，找了美国人。美国人一调停，当时日本也挺忌惮中国，也不愿意跟中国美国同时翻脸。日本、中国、美国，格兰特就出了一个分岛方案，北部和中部归日本啊，就是琉球，北部、中部归日本，南边归中国。这就跟川普和普京要分乌克兰是一样的。那你说林世功和尚泰能同意吗？林世功说的话和尚泰说的话就跟今天的泽连斯基说的是一模一样的，我只要还活着就不可以1寸土地都不多余。林世功说琉球没有1寸土地是多余的，坚决不同意。1880年11月21日啊，注意这一天啊，1880年，壮观的一幕发生了。读到此，我老王都他妈的心有戚戚焉。林世功跪在总理衙门门口，向李鸿章递交最后一份请愿书之后，写下一首绝命诗，割喉自尽，死在中国大清总理衙门门口。朝野喧哗，李鸿章受到自杀的压力，没有在日本人提出的分岛方案上签字，本来要签字了，林世功自刎，不同意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没有中国签字，日本单独提出的就不好使。所以琉球南部如果签字了，琉球南部包括钓鱼岛啊，琉球南部石垣市那边是包括钓鱼岛的，自然就是中国了。但是呢，李鸿章迫于林世功自尽的压力，没敢签字。所以呢，这是钓鱼岛成为中国不可争议的领土的第2次机会丧失。第1次机会丧失是朱元璋不要，第2次机会丧失是李鸿章不敢签，因为琉球人不答应啊，琉球人的前途要由琉球人自己做主，所以李鸿章这个不答应是可以理解的啊，也是符合国际法的。然后呢，林世功自杀之后，65年过去了，1945年二战结束了，二战进入尾声，美军攻克琉球，攻打琉球。日本这个时候已经在琉球殖民了65年了，对琉球人进行深度洗脑。这是美国军队第1次对日本本土进行的登陆作战。美国人本来的计划是以琉球为基地，占领琉球后彻夜轰炸台湾和日本本土，最终100万大军登陆日本，这是美国本来的计划。于是发动冲绳岛战役，攻占琉球。美国的行动代号叫 Operation Iceberg， 就是冰山计划，冰山行动。我们都知道有个硫磺岛战役，拍了很多电影，包括李安拍过很多电影，非常惨烈。冲绳岛战役比硫磺岛战役还要惨烈的多，死的人数是硫磺岛的2倍。美军此役攻克琉球，美军此役投入54万人，海陆空军54万美军啊，舰艇1500艘，飞机2500架，由斯普鲁恩斯海军上将直接指挥。日军守岛部队美军54万人，日军守岛部队由牛岛满中将指挥，只有 8.6 万人。牛岛满的陆军只有不到9万人，征集了一些民夫，当地老百姓勉强凑了10万，54万
现代化的美军对10万不太现代化的日军，应该是一场一边倒的毫无悬念的战斗。但是没想到牛岛满玉碎号召士兵做玉碎自杀冲锋，跟琉球的牛岛满是个王八蛋啊！牛岛满是他妈万死不足以继琉球的。琉球人记住这句话，中国人记住这句话，琉球人记住这句话，日本人记住这句话。如果有朝一日琉球重新独立，琉球人应该是做一个像秦桧那样的贵相，就是牛岛满啊！牛岛满这个军国主义的狂徒，欺骗琉球老百姓说美军来了会把男人全部杀掉，女人全部奸淫，小孩全部穿糖葫芦烤肉吃，受尽凌辱。所以你们应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。结果老百姓真信了，每个老百姓发了一颗手榴弹，让美军来的时候拉响手榴弹跟美军同归于尽。这个王八蛋神风特工队不停地从琉球出发，自杀式撞击美军军舰。结果这场琉球战役从1945年4月1号愚人节开打，一直打到6月22号才打完。这么一个小地方，54万人打10万人，打了整整82天，美军阵亡14000人，7万人受伤，就是美军直接失去战斗力，死伤84000人，日军一共才10万人守岛。所以战役结束后，美军还有几千人间接死亡，战争各种综合症、神经病死亡。所以总共美军的死亡人数超过2万人，战争太惨烈了。所以美国统计了一下日本参战的不到11万10万多的日本军队，牛岛满的军队，除了最后被俘的7000人，全部战死一个不留，阵亡率居然超过 90%。 日军士兵悍不畏死啊，临死要跟美军士兵同归于尽。重伤的日本包括牛岛满本人切腹自尽，宁可切腹自尽，绝不投降。所以冲绳平民一个一个的排队背着小孩跳海，美军拍下录像，美军喊破了喉咙不信，女人跳海14万人，什么概念？牛岛满犯下滔天罪行，因为当时整个琉球的人口只有不到40万人，老百姓自杀了14万，1/3的琉球老百姓跟随日本军国主义狂徒牛岛满殉葬。那么美军经冲绳一仗彻底怂了，这个小小的冲绳，而且它是琉球，它还不是日本本土，它还他妈是日本的一个等于是化外殖民地，就已经是这么难打了。我操，那他妈全员玉碎的话，登陆的话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我操，那美军100万不够填坑的呀。改变战术，上原子弹，直接干上去，当2发原子弹。日本第一发原子弹，日本政府居然不投降。广岛原子弹是第一发，不投降啊！而且在广播里边骗日本老百姓说是陨石砸下来了。3天以后，长崎原子弹刚又一下，日本扛不住了，再他妈不投降。他不知道美国有多少啊，其实美国只有这2颗，他不知道呀。当然美国可以再造出来，他完蛋了，所以就投降了啊。1945年8月15号，日本天皇御音放送，无条件投降。然后冲绳的归属又出现了变数。那么大家知道，二战之后瓜分世界的这个所谓的公约世界秩序，就是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公告。那么雅尔塔会议二战之后波茨坦公告，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高涨中国从来没这么牛逼过呀，因为以前都是列强欺负中国，我操，这次中国成了列强，所以平起平坐，中美英苏4大国平起平坐。但是呢，当时呢，这个蒋介石呢有小心眼儿虽然罗斯福特别感谢中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罗斯福认为中国可以牵制日本，当时的美国人还是认为日本未必服的。1945年刚刚打赢的美国人心里是很忌惮日本的，所以罗斯福是想在亚洲扶植一个代言人中国所以他对老蒋特别好。那么
又给他钱又给他枪啊！罗斯福跟蒋介石在开罗会议商量啊，说我能不能把日本、满洲、台湾、琉球、越南啊都给你呀？啊，日本你跟我共治啊，满洲给你，台湾给你，我不要，越南给你，琉球给你，行吗？老蒋没接住。老蒋跟罗斯福啊，是你说你的胯骨轴子，我说我的城门楼子。老蒋说我中国要从日本手里拿回满洲和台湾，因为老蒋认为满洲就是东三省和台湾是值得拿的，有价值的。我是民族英雄，从大清以来中国就是一直割地赔款，那到了我蒋介石，我能把他妈的割了的地再收回来，我要满洲国，我要台湾。罗斯福欣然同意。那罗斯福接着说，那琉球和越南呢，都给你吧，我也管不过来。老蒋一听啊，菊花一紧，没想过这个事儿。为什么呢？我不但现在能收回大清失去的疆土，我还能开疆拓土吗？我是不是太牛逼了？我是不是有点飘？不行，我得想一想。不行，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，我得想想。绍兴人们很聪明啊，想第一2个原因不能要。第一，我要跟共产党必有一内战，共产党现在有100万大军，如果我分兵治理越南和琉球，我分兵，妈的，共产党不分兵，我可能会打得不顺利。第二，拿下琉球，接收琉球就等于割走了日本的领土。老蒋是19岁留学日本的，又跟日本打过8年的抗战。老蒋从基因上是怕日本的，忌惮日本的。虽然今天打胜了，但是中国一句老话叫30年河东转河西，这次打胜是靠美国人赢了。如果哪天日本人又还了阳，那么琉球不成了导火索？大家看有张照片，就是日本向何应钦投降，递交投降和军刀。何应钦接收日本投降，日本军官微微鞠躬，弯腰10几度，但是何应钦居然也同比例弯腰，甚至更弯。为此这张照片一直在受诟病，以至于后来形成油画的时候，让何应钦的那个腰直了一些。但是照片为证，何应钦的弯度是超过投降的人这么弯，何应钦是这么弯，有照片为证。为什么？这就是老一代中国留日军人的基因怕、基因压制。日本军人对于蒋介石有基因压制，他对毛泽东没有，因为共产党这边不怕的，自然反应。所以呢，第二天罗斯福又找老蒋，老蒋没答应啊，没说行，没说不行，他又答应说，越南、琉球你到底要不要？尤其是罗斯福回忆录中给蒋介石讲说，琉球你应该要，因为琉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，它可以成为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屏障。你应该要，直接问他2次你要不要。蒋介石说，越南就让他独立吧，琉球我们中美共管好不好啊？中美共同战略好不好？罗斯福一看蒋介石把给脸不要，犹犹豫豫，不再提了我跟你共管个屁，操！要不就给你接着，给你个机会你也接不住啊。所以最终的开罗宣言，罗斯福很生气没有给蒋介石琉球共同占领，都没跟他共同占领，只开罗宣言明确这样写的，记住啊，这是日本必须遵守的战后秩序。日本归还满洲给中国，台湾和澎湖还给中国，没提琉球。记住罗斯福对中国、美国对中国有多够意思没提琉球没提琉球还给中国，也没提琉球不还给中国。美国人挺够意思因为你老蒋不要，美国人也不能上赶着，所以老蒋错过了第3次收琉球的机会。因为罗斯福真的是想把老蒋拉成盟友，因为当时整个亚洲只有10个独立国家，不到10个。今天亚洲这么多国家，他妈的快50-60个国家了，但是1945年的亚洲方在其实大国只有2个，只有中国和日本。亚洲只有这2个国家，你可以这么理解。还有的国家就是泰国、伊朗、尼泊尔、沙特、不丹、阿富汗。1945年亚洲就这几个国家。
中东的那些小国啊，碎国，什么叙利亚、伊旦、迪拜、什么阿联酋、科威特，现在都不是国家啊，那个时候都不是国家，以色列都没有。所以当时的亚洲，尤其是东亚，你可以理解成只有2个国家，日本、中国，其他都可以略过不表。那日本是美国的死敌，美国刚把他打死，所以中国在美国人当时的心里是天然的盟友。所以罗斯福发自内心想把中国培养成为盟友。如果没有共产党捣乱，可以说亚洲美国盟友一定是中国，根本不是日本。所以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，日本的领土是这么规定的：4岛、本州、北海道、九州4国属于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。注意啊，没有琉球。看波茨坦公告和开罗宣言，既没有说把琉球还给中国，说了满洲、台湾、澎湖都还给中国，但也没有说琉球属于日本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。所以波茨坦公告同时规定，美苏中英4大国占领日本，出兵。中国驻军站在日本爱知县，中国驻军总部在日本名古屋，范围扩及静冈县和三重县，3个县归中国。那你想想，他妈中国被日本操了100年了，按在地下摩擦 N 次，如今可以在这儿驻扎，占他3个县，名古屋是中国的了，哈哈哈哈！日本花姑娘啊，是扬眉吐气的时候来了。所以美国要新一军，因为新一军孙立人是美国人在缅甸啊，在缅北武装起来的，训练起来很熟，会讲英语。老蒋这时候又出了王八蛋私心，老蒋留着新一军打林彪啊，不同意，决定由戴坚少将组织67师，新编14500人的67师，五官端正，浓眉大眼，身高1.7米以上，火箭不能太小，小学以上文化程度，会写字，国际礼仪，会跳交谊舞。前往入日本驻扎67师国军14500人，驻地名古屋。戴师长带着20个人先去了日本啊，名古屋日本盛产汉奸呀，倍儿恭顺。哎呀，点头哈腰的，我操，长官长长官短啊，建营房，要建营房就建营房，要建仓库，名古屋出钱建仓库，办公室全建好了，还修了篮球场、排球场、足球场、军人俱乐部。就等着国军14000人来了。结果呢，1个月以后准备完毕啊，营房安排好，打电报说67师可以出发。结果没想到收到蒋介石电报，不出发了，你回来。不去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老蒋扛不住了，要派67师上前线打共产党。结果67师新编67师长得帅，战斗力如此之菜，在苏北被粟裕包了饺子，直接干掉，整建制1个人没剩。所以驻扎日本的事儿，这事儿就黄了。所以二战以后1945年1946年给你机会了，蒋介石，美国那么挺你，你抓不住啊。你就是他妈打不过共产党，在中国你至少把他妈名古屋占了呀，我操，你有块飞地呀，接不住，没那个眼光。法国当时也他妈是个战败国，因为维希法国实际上投降了德国，虽然名义上战胜，没鸡巴他的屌事儿，所以法属的印度支那就是越南和柬埔寨老挝，给你也就给你了，操，人家美国要给你，你还他妈不接着。所以如果当年没有共产党闹蒋介石有点魄力，是个明白人的话，那中国在二战之后会变成一个空前大版图的国家，幅员极其辽阔。今天你根本不用去泰国度假，因为越南和柬埔寨还有老挝都是中国的啊。那么改开，再加上改开，从1945年就开始改开，那我们太富了得啊！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，我操，搞不好跟美国早就平起平坐了啊，哪有日本的机会啊？所以从那以后，那就是老蒋拱手放过机会。当然美国也不会，美国很恨日本，所以美国虽然把琉球给中国，中国不要啊，给国民党不要，也不可以给日本。所以呢，在二战之后
一直到1971年啊，美军单独驻扎在琉球，就是冲绳。大家知道冲绳大坝美军基地，跟日本没关系，美国自己直接管啊。老蒋说共管，不理老蒋，自己管。到了1971年，琉球啊，美军撤军啊，美国不想要了，归还日本。当时美国有3个选择 ：A. 归还日本 ；B. 归还老蒋 ；C. 归还中共。1971年怎么可能归还中共呢？刚打完朝鲜战争，恨死共产党了。B. 归还老蒋，老蒋是烂泥扶不上墙，退到了台湾岛之后，对美国一点价值都没有。那么当时的日本反而蒸蒸日上，而且对美国俯首帖耳，俯首称臣。美国权衡再三，还给了日本。但是美国人玩了个花活，因为波茨坦公告，日本的领土只有本州4国，这个北海道和九州4个岛嘛，对不对？琉球不是日本领土啊，所以美国在1971年向日本交还琉球的时候，美国人是这样写的，合同是这样写的：行政治理权交给日本，领土所有权一字未提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是美国交还到今天的状态都是这样啊，就是我告诉你，今天的钓鱼岛及琉球的及冲绳的实际状态是，日本没有主权，只有治权。也就是说，行政权是日本的，所有权不是。嘿嘿，你们现在知道有多大一个裂缝了吧？日本。所以你们就知道现在琉球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啊，你没听错啊，我说的不是西藏独立啊，我说的也不是新疆独立，不是满洲独立，我说的是琉球独立运动。日本也闹了好多年了，这就是钓鱼岛争议这个冰山一个角下边掩映的整个冰山。钓鱼岛争议乃是冰山一角，真正的大冰山在于冲绳本省。1949年以后，一中一台，国民党、共产党2个二逼政府，一个比一个鸡贼，一个比一个二逼。怎么讲呢？日本人分而化之。日本人首先跟老蒋谈，因为日本人当时跟老蒋有外交关系，说你要是敢跟我追随战争赔款的话，我就跟大陆好，我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去。老蒋立马怂啊，不要了，什么战争赔款，我不认为有赔款的需要。所以中华民国没有跟日本要战争赔款，直到今天，台湾所有的邦交国，什么瑙鲁啊、巴拉圭啊、危地马拉呀，这些小烂国啊，只要说台湾你不给我钱，我就跟你断交，跟中国大陆建交，马上给钱。反过来中国大陆也是。所以国民党、共产党都是二逼党，只要他妈敲诈他们拿对方出来，他就跪。所以现在网上有人说，那既然波茨坦公告规定中国有权驻兵日本，而且波茨坦公告到今天是有效的，并不是历史文件，我们是不是可以派兵驻扎名古屋？很不幸，理论上技术上是可以，但事实上是美日现在共同安保协定，你打日本日本除非同意，如果日本不同意，你跟日本支吧，就等于打美国啊。日本有事就是美国有事儿，你打台湾，美国日本不一定真出手，但是你打日本，美国是真出手啊。所以美国是有驻日美军的，所以这个事儿呢只好放下啊。就去名古屋这事儿，中日2国啊，就是共产党、台湾国民党都不用想了。再说保钓一样啊。2000年左右之前，台湾是保钓主力，每年国民党都会组织几次大活动啊，去钓鱼岛给他们捣乱去，动不动就是上千艘渔船啊，你没听错，不是中国共产党的、温州的、舟山去的，是他妈的台北、基隆去的，每年都去上千艘中国渔船、中华民国渔船去那儿捣乱啊，去给日本人添堵去。70年代2个保钓积极分子，一个叫马英九，当时是台湾文宣部门的台大法律系，经常组织发表各种论文，写钓鱼岛，以至于有诗为证，马英九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钓鱼岛的归属
所以马英九很了解这一段历史啊。还有一个马英九的学弟，也是积极分子，在台大农机专业，叫林正义。林正义是什么人？林正义就是从金门游泳游到厦门，叛变敌国的国军连长。今天林正义叫林毅夫，哎，你们熟了吧？我操！我说林正义，你们不知道谁？我说马英九，你们知道？两个保钓积极分子，一个大一学生，一个大四学生。大四学生后来就是大名鼎鼎台湾总统马英九。大一学生林正义，林正义是谁？林正义就是林毅夫。后来没混好啊，游泳直接游到中国去了，游到大陆去了。现在是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，著名经济学家，国务院参事啊，中国共产党这边的。所以林毅夫是保钓积极分子，你没想到吧？那么再说香港啊，1996年啊，香港回归之前1年，香港的陈玉祥先生带4个人，自己出钱买船坐船冲击钓鱼岛，被日本海警围追堵截。老陈跳下水准备游到岛上，带的青天白日国旗，香港人带的是中国国民党的那个青天白日旗，民国国旗插在岛上，结果呢脚被缆绳缠住，很潦草，被淹死了。那中国大陆什么行动都没有。1996年啊，为什么？因为之前中国正跟日本和好，日本当年没给中国战争赔款，为了安抚中国大陆啊，改革开放以后，日本是鼎力支持，这个要承认啊，日本是要钱给钱，要技术给技术，提供了很多的低息贷款，甚至无息贷款，提供了更多的技术，在中国各地兴办合资企业啊，长三角辽东到处都是中日合资企业。邓小平非常务实，所以邓小平不掺和啊，保钓啊哈，好，你去不去？没时间，工作忙。所以1978年，但是邓小平也是个极其聪明的人啊，都是极其聪明的人。1978年，邓小平去日本，双方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，标志着中日邦交的彻底正常化。1978年啊，记住，邓小平去之前先说，不谈钓鱼岛，留给后代解决。哎，我操，他好贼呀！我操，他要是签了，这事就回不了了。哎，他说啊，钓鱼岛是日本的，完了，今天中国闹不了了。正因为邓小平同志啊，既要又要，我操，用了日本人的钱啊，这个各自争议啊，他被签，所以留下了这么一个机遇和口子。所以到了2010年前后，中国大陆强大了啊，开始保钓。这时候现在去的渔船海警都是中国大陆的了，为什么台湾又没动静呢？因为中国有钱了，除了要钓鱼岛还要台湾呀。中国人跟日本人叫板，更跟台湾人叫板啊。所以呢，蔡英文开始，陈水扁开始，台湾政府又开始跟日本打友好牌，哎，要亲日，要拉拢日本，希望这有一天共军武统台湾的时候，日本能帮一把啊，出个兵。所以民进党现在开始装孙子，哎，不提钓鱼岛，哎，钓鱼岛是哪儿？不知道呀，啊不知道呀。所以民进党提出，只要我在钓鱼岛，我不要主权，我可以放弃主权，中华民国可以放弃钓鱼岛主权，只要打渔权，啊，只要让我台湾渔民去那儿打鱼就行了。至于钓鱼岛是归谁的啊，我中华民国不重要啊，可以放弃。哎，这就是民进党的卖国嘴脸啊！民进党这时候又开始卖国了，我操！所以你看，国民党、共产党、民进党一个操性，谁他妈上台的时候都要看自己的利益，什么国家呀、什么天下呀，跟他们都没关系，他们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权利、利益、银两和女人。所以我们看，如果这样判断的话，知道这些历史真相之后，你可以预言。随着中国大陆国力的日益生长，中国大陆一定会追索钓鱼岛的主权，进而在中日关系破裂之后，将中国通州张家湾的冲绳祖坟修葺一新，鼓励冲绳人民免费前来参拜，进行对冲绳的统一战线，进而鼓动冲绳人民宣布独立，选出冲绳姓尚的总统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们想去冲绳闹事儿，你们可以姓尚
啊，选一个姓尚的，哎，这就行了。好了，今天跟大家讲完了钓鱼岛，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钓鱼岛的回归，至少是看到冲绳人民的独立啊，这个冲绳人民独立符合冲绳人民的利益。